Welcome to my channel, and this is Ling Ling.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的话，这是我的第一支影片。然后我会在这边分享在纽约的一些时尚的经验，然后还有一些 daily lifestyle， 还有一些就是分享一些我喜欢的东西。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多多关注。今天这支影片主要是要讲我在纽约如何找到时尚实习。那认识我的人应该都知道，其实我过去在纽约有时尚的那个工作经验，这样子。会有人很好奇说我是怎么会在纽约工作，我想说，那我就直接做一个影片，然后分享这个整个 story 这样子，开始吧。So 我先开始一下我的 background story。那我3年是在台湾大学念，然后后来是大4去美国 Wisconsin 念business， 然后拿 double degree 这样子。6月毕业的时候吧，3、4月的时候，国际长找我说，哦 ，Linda， 你有要申请 OPT 吗？我想说 OPT， 然后我才原来 OPT 可以让我在美国工作啊！就是基本上 OPT 是给外国人在，只要在美国你念任何不管是 Bachelor Degree、Associate Degree 还是 Master Degree， 基本上 OPT 是可以让外国人在美国工作1年。另外一种科系是 STEM， 就是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跟 Mathematics， 就是比较偏向理工科啊、医啊那种数学类的，就是只有3年的工作签证。我建议如果是想要在美国长久待工作的话，我建议可以念 STEM 的这些科系，因为比较可以有保障。基本上 OPT 1年，你要在1年内找到企业 sponsor 你 H1B 是 which is very hard。我当时是没想那么多，我只觉得 Oh my God 可以去美国工作 ，Why not？ 后来我就直接 OK， 我现在就是直接开始申请了。那准备阶段呢，就是一开始就是先想 OK， 我该去哪边工作，我要做什么？那其实当时我没有想太多，我就是第一眼就直接想到我要去 fucking New York City。故事就是我2017年的时候，我跟一个朋友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去纽约1周，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觉得。进到纽约的时候，整个是哇哦！我整个是被纽约的各种就是所有世界观整个被打开，是冲击了我很久。就是我就觉得怎么会有一个一个地方这么 diversity？ 我每天都在学习到新的东西。我不管是在电车上、走在路上，还是看户外，我就觉得 Oh my God， 我是在一个全世界最精华人都在这个地方，然后很多事情 happening， 每年都觉得 OK， 就是 so much going on 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兴奋。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说 OK， 我想要在纽约工作。那时候其实我对fashion 其实非常有兴趣。我就想说，那我想要在纽约做 fashion 的 internship 这样子。之后呢，开始 prep my resume， 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因为出职场嘛，一定是先从 resume 看起，还有 cover letter 的重要，一定要 customize 每一个寄给每一个公司的 cover letter， 因为每个公司有不同的文化跟企业价值。最后一个就是portfolio， 基本上如果像是我想投的是 marketing 啊，我想要看你有没有什么 work based on 可能有 writing article 啊，你曾经 marketing 有什么样的 materials 啊，或者是你的maybe a photography work or something like that。我也投我很想要的一份实习，我还去写文章这样子。准备完这边之后，就是开始 apply for jobs。基本上我那时候是一天是投30到50个 jobs。像我不管是在LinkedIn 啊、Indeed 啊，然后还有 Free Fashion Internship， 然后还有其他各大美国求职网站，我就是每天就是打 Fashion Intern、Marketing Intern、Fashion Sales， 就是任何我觉得我有可能做，就是都投。后来也很 lucky 的拿到了7个 interview， 然后就是2个在 LA， 然后5个在New York City 这样子。那后来是很 lucky 的那2个 LA 的实习，我后来是用Zoom面试，但也很 sadly 没有上，所以后来就直接 boom like time to move to fucking New York City。那时候其实我心里就是很纠结，因为我其实知道纽约租金很贵，然后我也怕我找不到工作跟实习，所以我那时候直接就是先签了找了最便宜的 Airbnb， 我找到20万的 Airbnb。那认识我的人都应该知道，其实我在纽约差一点被 NYPD 逮捕，然后我还为此写了一篇很长的 Facebook 文章，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底下看。这就到了嘛，然后开始就是面试，最重要的就是 research，do your work， 就是你要面试的公司是怎么样的企业文化，他们是喜欢怎么样的价值，他们是走哪一个风格。我面试前我就是一定会去他们的 company website， 然后 Instagram， 然后所有就是看他们的 material， 就是找寻他们喜欢就是做事的风格跟打字啊，或什么，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 style 嘛。Research 在 research，do your work， 然后去 fucking kill the interview。事后回想起来会觉得，基本上interview tips 最大就是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一般别人来说没有经验，那你要怎么去证明？那你没有经验，就是要去创造经验啊。你要说你的 ambitious， 我可以 ，I'm totally with it，I'm okay with it，I can do anything。很多 fashion internship 在纽约是不付钱的，就是他们不 care 你一个人，因为基本上你没有要做，一堆人会抢着做。你这时候能够 show 就是你 what you got， 然后 what can you give， 证明说你可以就是 do anything they ask for。
interview 完之后，其实 depressed 大概蛮好一阵子，就是一直在等，然后说 OK，I already show what I got。When is my fucking job and internship？ 我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follow up， 你要去 follow up 那些你曾经面试的那些公司，因为他们可能会忘记你，但是他们不见得没有要你啊，他们只是很忙。所以我后来最想要那个 internship， 就是我基本上我是 follow up 3次，就是第3次完之后，隔天收到的那封信息说 ，Linda you are selected。I was like oh my god， 我要在纽约实习了吗？后来就是非常 lucky 的，然后拿到那一间在 creative agency 当event planning and marketing intern， 还有就是很喜欢办时装周啊，然后 fashion event 啊。后来跟老板幸运去米兰时装周这样，然后也可以到时候再分享给大家。回想起来会觉得 OK， 其实最重要就是 follow up， 就是 keep follow up，you never give up。就是还好我没有放弃，因为如果我没有去 follow up 的话，我或许就不会有这个实习。那没有这个实习，我可能就那时候就已经回台湾了。整个人生 story 整个是 change。这就是我 how I got my first fashion internship in New York City。算是做过人生最好的决定吗 ？Yeah, I think it's the best decision I ever made. OK， 那就是其实这是我第一支 YouTube 影片，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从中听到一些，就是可能不管是 knowledge 啊，或者是你就想去美国工作啊，帮助大家给一下一些 idea。因为我知道其实之前就会有人问我在纽约的时候，其实有想拍 YouTube 影片，但那时候其实我就是常常觉得自己是没有 ready。后来是回到台湾，我就回想起来，其实 you never get ready do anything， 都是不管是可能像我跳舞啊，还是做很多事，就觉得 OK， 就是去纽约也是没有 ready 就去了。为什么 YouTube 一定要就是 ready 才可以拍？后来就觉得说，我还是很想拍影片分享给大家 ，provide my value 给大家，跟大家交流一些就是可能在美国工作的一些经验这样。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请帮我在下面按赞，然后 subscribe， 然后 comment below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然后我们下次见，拜。